大家好，这里是卫星百科，欢迎收看我们上面级进化论的第3期视频。本期视频我们继续讲解俄罗斯的上面级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伊卡尔·伏尔加。20世纪90年代，在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，由于资金问题，俄罗斯的各大航天公司开始对外承包发射业务，借助商业发射赚钱补贴家用。1996年，能源火箭公司和法国阿利亚纳公司合资成立了 StarSim 公司，推销联盟号火箭。为了让联盟号火箭胜任更多轨道的发射任务，能源公司在联盟号的基础上加装了伊卡尔上面级。尽管伊卡尔上面级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研制的，但实则是个换皮型号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。伊卡尔其实就是琥珀系列卫星的推进舱，去掉太阳能帆板，单独使用。琥珀卫星是苏联在继天顶系列以后的第2代返回式卫星。关于它的历史，我们在之后的卫星进化论视频里会专门介绍。让我们的目光回到伊卡尔上面级，它的外形就是个简洁的圆台，推进部分不加压，仪器舱加压。它携带一台 S5.144 主发动机和多台自控推进器，还有完整的遥测、电源等分系统。伊卡尔的前身是卫星的推进舱，所以其干制比并不高。干重为2310公斤，推进剂质量仅为900公斤，发动机性能中规中矩，与军舰鸟和微风相比，变轨能力较弱。但这不代表伊卡尔就一无是处。琥珀卫星主要的任务是侦察，对飞行稳定性的要求特别高。作为琥珀的推进舱，伊卡尔的姿态和轨道控制的精度都高于其他的上面级，还可以预设偏航角，以实现特定方向的卫星分离，而且其发动机能够重复启动50次。此外，伊卡尔相比微风和军舰鸟，更多技术继承自苏联时代，不仅更成熟，研发周期短，造价还比较低。StarSim 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就接到了第一个订单，发射24颗全球星。在1999年，加装伊卡尔的联盟 U 一共发射6次，使用法国制造的中央成立筒，每次装载4颗全球星，全部发射成功。在天顶2号一箭送走10颗全球星以后，挽救了俄罗斯火箭的名誉。在此之后，伊卡尔上面级功成身退。伊卡尔退役后，拉沃迄今科研生产联合体设计的军舰鸟在2000年开始服役。这是一种更加适配联盟号运力的新上面级。虽然换了军舰鸟的联盟号，运力确实得到提升，但是一次还是只能打4颗全球星。或许是因为整流罩不够大。那么是什么让后继无人的伊卡尔突然多出一个衍生型号呢？答案是联盟号的大饼。在苏联解体前后，原本的实验设计一局，现在的能源火箭公司提出了一大堆联盟号的发展方案。但在21世纪到来时，只有最不激进的联盟2得到立项并研发成功，剩下的大饼依旧是大饼。在21世纪的头10年，能源火箭公司反思了自己胡乱画大饼的行为，然后根据之前各种大饼又画了一个新的大饼。可这些大饼虽然有了计划，但还是都需要大改联盟号的总体设计。既然用大改总体设计，就要花钱。可是俄罗斯缺钱，如何让航天局愿意把为数不多的金钱拨给联盟号，就成了能源公司思考的重点。能源公司思考出了什么呢？在历史的风口上，什么都能飞起来。苏联的主力小型火箭是宇宙系列，到后期主要是宇宙 3M。但此时宇宙 3M 的设计已经显得过时，俄罗斯航天局正在准备让它退役。结果这个位置的火箭将是轰鸣号。然而轰鸣号亦存在显著问题。首先，它是由退役导弹改装的，服役的导弹就那么多，早晚得用完。其次，轰鸣号的制导系统是由乌克兰开发的，鉴于乌克兰现在已经独立了，依赖外国的产品并不是明智之举。本国的安加拉1型才刚开始研发，根据俄罗斯什么都要放鸽子的习惯，肯定接不过重任，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过渡型号。联盟号的大饼里，谁最适合呢？联盟1。要是我们用联盟1争取到更多改进的资金，甚至实现 NK33 的复产，那么剩下的大饼就能造起来了。于是，能源公司疯狂向航天局推荐联盟1，还想方设法让一台 NK33 发动机完成试车，终于成功吸引了航天局的资金支持。于是，从2008年开始，联盟1以联盟 2.1V 的身份走上了研发的快车道，不仅研制工作高歌猛进，还频繁亮相于各国航展。联盟 2.1V 为了覆盖宇宙 3M，轰鸣号所有的任务范围需要加装一个可以多次点火的上面级，这个上面级肯定不能用军舰鸟，体积太大了。用赫鲁尼切夫厂的微风也不适合，
于是当能源公司往自家仓库里看时，他们看到了角落里的伊卡尔。这东西改进一下还是可以用的。为了不给俄罗斯的财政造成更大的负担，能源公司决定自己出钱，在伊卡尔上面级的基础上进行改进。他们更换了大量的仪器，把加压仪器舱改为非加压仪器舱，使整个上面级更加紧凑，结构质量也从2吨多大幅度减少到840公斤。而推进剂加注量完全不变，新的上面级被命名为伏尔加。伏尔加的技术方案在2010年被冻结，在随后几年间制造了3个上面级用于测试。在2013年12月，伏尔加上面级随联盟 2.1V 的首飞舰进行了首飞，圆满成功。到2016年，它又在联盟 2.1A 上完成了东方航天发射场的第1次发射。在前不久，联盟 2.1V 完成了最后一次发射，其上也搭载了一个伏尔加。目前，伏尔加上面级仅进行了10余次发射，尚不知道其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服役。这就是伊卡尔和伏尔加上面级的全部故事。这里是卫星百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